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家车评论看看我今天好像很有精神的样子因为看到这个太阳出来了，超级的感动。大家应该北方同学可能有所不知我们南方从4月份开始下雨，然后我看天气预报，整个4、5月份40多天里头应该有39天在下雨，所以今天呢，我们本来都准备是做好雨战准备了，结果早上一起床，太阳出来了，一看天气预报，12点大暴雨所以现在赶紧早上7、8点钟开始跟大家讲这台车。这个车我已经开了几天了，它的名字叫做智界 S7。那你如果看它前面呢写着 Lucid Lucid 是奇瑞的品牌，没错，这个车呢是华为跟奇瑞联合设计、开发、制造的车。之前呢，华为跟赛力斯合作做了一个品牌叫问界，问界已经出了3、4款车了，它已经被证明了。这种模式是 OK 的，走得通的由华为来打品牌，然后放在华为的销售渠道卖，然后华为深度参与一个车的设计包括制造但是制造这一块呢，就由一个传统的车企去做问界就是来自赛力斯今天这台智界呢，它是来自于奇瑞，然后接下来还会有一个享界，它是来自于北汽的，也就是说华为它跟不同的车企合作，然后搞出了好几个不同的界。但是这样对于用户的认知呢，其实品牌太多了，所以华为呢也做了一个整合，把这些所有的界呢放在一个大的品牌里头。这个品牌其实大家现在在车展上已经可以看得到，他们就在一个展台下，这个叫鸿蒙智行。鸿蒙智行其实就是华为自选车模式下打造的这些来自不同主机厂的产品，但是全部都是华为深度参与的，所以就叫鸿蒙智行。包括这台智界 S7， 现在它的车控的 APP 呢，你也是去下载一个叫鸿蒙智行的 APP， 而不是像之前问界呢要下载一个问界 APP 好了，以上就是这台车的一些来历。那这个车呢，其实是华为体系里头第一台轿车，是一台挺帅的轿车讲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背景就是这个车其实是去年11月份的广州车展就已经亮相了当时已经是正式上市，已经公布了价格了。但是出了个状况，就奇瑞那边这个车的生产线没跟上，就是产能很低。其实奇瑞自己还有一台这个车的姐妹车叫新纪元 ES， 那个车我也开过。那有人说奇瑞为了把产能腾给自己的新纪元 ES 就忽略了这台车有这么一个说法。不管怎么样，反正这个车在前期上市的几个月，刚刚上市的时候呢，产能供不上，据说订单是很多的，华为的新车一上来订单总是不缺的，但是产线跟不上。那应该华为在这几个月跟奇瑞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后现在这台车呢放到奇瑞的一个全新的叫做第2产线反正就是一个新的智能车的工厂来专门生产这台智界 S7。所以应该是从4月份开始，它的产能的瓶颈应该就解开了。所以这个车在4月份呢又重新搞了一次上市价格都有所调整。我不能说下调，因为它政策很复杂的。总的来讲就是又重新重整了一下配置，然后重新上了一次市这回呢就开始销量有点拉上来了我看4月份的销量是3000多台应该是慢慢往上拉了。但是这时候市场的状况又不一样了，因为3月份大家知道有一台席卷中国市场的，也是这个价位的轿车出现，就是小米SU7，就是在20多到30万这个区间。小米SU7现在订单都排到今年的秋季去了在小米SU7这么火爆了之后，这台智界 S7 再重出江湖，它能不能挑战小米SU7呢？这个答案我会在今天的视频里头告诉大家。好了，下面我们开始来讲车。没有关注我们的朋友记得关注起来，这里是大家车 YYP 最认真做长视频的一个车评号，关注。下面讲车。好了，下面我们开始绕车讲解来看看这台智界 S7它的外观设计。首先我讲讲前脸吧。大家看到这个灯中间一条，然后两边张开，然后这里面几个灯珠的这个设计呢，在之前的问界的整个家族都已经是走这样的风格了。最典型的就是问界最新的问界 M9 前灯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台智界 S7虽然它来自奇瑞问界来自赛力斯，但是
只要是华为主导，他们现在都已经有统一设计语言了哈，就是这个前灯，这个你可以理解成就是华为主导的车系鸿蒙智行车系的家族设计语言，包括接下来那台想借的一台比这台更大的那台轿车也是这样的前脸。这个前脸其实我觉得哈，我个人觉得在 SUV 上是不够好看的 ，M9 的那个头会显得太简单了。但是轿车，我个人觉得这个观感是更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因为轿车它这里更薄一些，所以这个地方呢会显得精致一点啊。加上我们今天这台呢是加了一个运动套件啊，这个运动套件从底下这样上来，这里有一个扰流，然后包括侧面有个裙边有个扰流，包括这个21寸的轮圈，所以这台车它的前脸看起来是很漂亮啊，加上是我个人喜欢的黑色哈，所以这个车只要你稍微低一点的视角一看，这个整个姿态是很漂亮、很帅的。尤其今天太阳光一出来啊，我今天早上看这个车，我也觉得，哎，我开了几天都是下雨啊，我也没看到它这么帅的样子。我对它的外形还是比较有好感的。然后它的整个车体也很特别哈，我们来侧面看一下。首先，GS7这个车它不大，它不到5米长啊，4米9几，然后它轴距是2950啊，也不到3米的轴距，差一点点。然后这个车的车宽也比较克制，1960啊，不到2米宽，所以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车，但是它的空间特大，因为你看看它的 A 柱啊，它的车头其实不长的 ，A 柱这个对下来，你看到这个车轮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我们叫 L113的这个位置其实是很短的啊，所以它车头压缩的很短，因为电动车没有发动机，它没有必要做那么长的车头，然后它就把座舱做的特别长，一拉到后面，啊，尾箱也不长，所以整个座舱占的比例就特别长。这个车就有一种叫座舱一体化设计，就是尽量把座舱拉大，这个车看起来呢弱化它的前后箱，但是即便是这样哈，它依然有一个很漂亮的姿态。我觉得这个车整体的比例是做得非常好的。包括这个后面这个三角窗这个大小，其实也是很舒服的。然后它也是这种无框车门啊，所以打开的时候这车也很帅。然后刚才讲到的运动套件，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运动套件加的有点生硬。细看的话，其实它这个部件有相当的厚度啊，而且你看掰一掰，其实塑料感也挺重，而且它这个做的有点太厚了，有点像汽配城家的那种东西啊。但是你走远一点看，它整体跟车的整个视觉效果也还是很不错的。后面倒是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气动的这种设计，只是到后面最后面这里呢，这个是运动套件的，有一点点这个气流扩散的这个造型。啊，然后轮毂，这个车的轮毂是21寸的，非常运动的这种爪式轮毂，就跟我们那种改装轮毂一样。注意哈，这个运动套件是要加1万块钱，这个轮毂21寸轮毂选下来，加上这个轮胎，米其林的 PSEV 21寸255宽度的轮胎，这个套件是要1万5啊，所以加起来2万5，是要选装，是要加钱的，顶配选这个都要加钱的啊。然后再看细节，这里是一个无框后视镜啊。调的时候是整个调的，这里是无框的。然后它前面这个 A 柱这里很特别哈，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通透的窗，但是这里是一个封死的窗，所以这个车从里面看呢，这个位置其实有一点点挡视野的，转弯的时候，但它前方视线极好，这个我们一会再说。然后上面这里激光雷达，这个车最入门的版本24万多那个版本是没有这个东西的，然后在26万多打上的版本都有这个激光雷达了。强烈建议买华为的车，你就冲着自驾去的，所以你肯定是要买这个带这些高阶的智能硬件的版本啊。然后再看后面这个小小的尾翼是碳纤的哈，近看的话它是碳纤质感的，这个是运动套件里面才有的。如果没有运动套件呢，就这个尾翼就没有这么翘一点点哈。然后尾灯跟前灯呼应啊，这个还是很简洁，跟整个车的造型啊融合得很好。这里你看这个腰线，从我这个位置看的话，你看这样隆出来。有点像保时捷是吧？这个位置啊，有点像一个跑车的感觉，所以这台车其实是挺帅的啊。要说帅的话，尤其今天这个黑色，但是它这种帅跟小米SU7那种帅又不一样。SU7那个是一眼帅，你一看哇，那不就是啥吗？是吧？但是这个车它是有原创的自己的一些设计语言呐，包括它的整个比例的把控，从原生从一张纸面上，它就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最终做出来的风阻系数是0.203，也是很低了。小米SU7是0.195，啊，这个0.203其实差那么一丁点，它已经也算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风阻设计，而且这个车的内部空间很大啊。
然后看后面的话，还有个小小细节，这算了，这个我一会留到讲尾箱的时候才来讲。好了，下面我们来讲讲内饰吧。这个车内饰设计也是跟外形一样，也是有心思、有创意的。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啊。好，来看看这个车的车厢哈。刚才我说过，这台车空间很大的，你一坐进来就有这种感觉，因为这个前玻璃就离你很远，比一般的轿车要离得远很多。因为刚才在外观我们也看过了，它车头短，然后这个 A 柱呢往前插啊，所以营造了一个很大的前面的空间。而且它还把这个仪表台往下降了，这一点特别好啊！现在有很多像 MPV 啊，比如说像小鹏 X9那样的 MPV， 它也是这种低风阻设计，它也是把这个前玻璃做得很斜，但是它前面就会有一大块仪表台在前面，隔绝了路面跟你之间，好像有一个很大的障碍物一样。但是这台智界 S7， 你看一下它的仪表台怎么设计的。那首先呢，上面这一条啊，跟风挡可能是接近的高度，但是它是往下斜的，所以你很容易看得到整个仪表台它是朝着你，它不挡路面。然后再往下，它来到这个地方，整个往下降了一级，降了大概10公分。然后这个平台是明显比一般车的仪表台要低很多很多的。如果说这个车让我联想起什么，它让我联想起很老的神龙富康。神龙富康的那个仪表台就是这样设计，就是压得很低，所以你看出去视野特别好。然后它压这么低之后，为了干嘛呢？首先呢，右边这里会有一个台面，我们一会讲。然后在驾驶区的这边呢，它就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可以立一个很大的屏幕在前面，而且可以立得比较远，它不用放很近。然后立远一点的话，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视线很自然就能扫到下面这个屏幕里面的各种信息。所以这个车也不需要用 HUD， 不需要抬头显示，因为这个屏幕的位置就在这个玻璃上了，它已经很接近抬头显示的位置了啊！我个人是很喜欢放在这里的这种屏幕的哈。你让我去排座次的话，我现在个人是第一，我喜欢这种处在远方的大屏，因为屏幕一定是比抬头显示更加清晰的。包括你有时候戴墨镜的时候，那个抬头显示你是看不见的，有些那个带偏光的墨镜，但是这个屏幕就很清晰。然后我第二喜欢的是那种传统的在方向盘这个地方的啊。第三喜欢的是抬头显示啊，最不喜欢的是放在这里，把信息放在这里的那种设计。好了，这个处在这里的大屏幕，再加上这个低的仪表台呢，它需要一个东西去配合，就是方向盘。你方向盘如果设计成一个正圆形的话呢，其实这个屏幕放这么远呢，这个方向盘是会挡到屏幕的，因为这两个东西它距离有那么长的时候，你稍微这个你想想嘛，这个屏幕在这，你方向盘稍微高一点低一点，它就立马会把远方的东西给挡住。那如果屏幕放近一点没有这个问题啊，方向盘在这的话，你稍微上下调一点，这个屏幕是挡不住的。所以如果你用传统方向盘，你屏幕不能放这么远。但这个车呢，因为它为了营造整个座舱这种很低仪表台的设计，为了营造这种开源感，用了这个屏幕之后呢，它就必须要用一个这样的方向盘，我把它称之为法系车方向盘。最早发明这种的就是标致雪铁龙啊，尤其标致现在全系都是用这种压扁的方向盘了。啊，压扁之后呢，你在调方向盘的时候呢，你是需要把它往下调，然后使得这个屏幕出现在你方向盘环身的上方，而不是中间。我要表扬它的是，它这个方向盘的调节的角度非常大，你看最低可以调到这么低。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个 reach， 就是这个方向盘的前后伸缩的量也很大，尤其是它可以调得很靠近驾驶者，这个我喜欢啊，这个是很运动的坐姿，也很适合一些特别高个子的人。好，说完这个坐姿调节，我说说这个方向盘本身的造型的好跟不好。好就是它让整个车厢看起来特别的无遮挡，特别开扬啊，很有一种未来的科技感。同样想法的还有一个品牌就是阿维塔的12，他们也做了这种压扁方向盘。这是好的地方，比较有科幻感，而且它也比那些特斯拉发明的后来有品牌跟上，我觉得那瞎跟，就把上面这个拿掉来换取这种前方的仪表视野的那种做法要好得多。因为方向盘它就应该这个环身应该是完整的，不然你都没法握，是吧？所以那种我把它叫缺条方向盘，我把它叫缺心眼方向盘但是这个不会，这个是完整的。但它这个方向盘造型上，我说点不好的哈。就它在打的时候呢，还是有时候会滑手，
就因为它的造型是很椭圆的，所以有时候你发力，你轻轻搭在这里，发力发不上，你必须要用手加一点握力，要握住它。这是一种很细微的感觉，但是你要知道，方向盘毕竟是一个你开车的时候100%的时间哈，除了说开自驾以外，但是只要我们在小区里面，我们需要打这么大的转向的时候，我们的手都是100%要去用，要去握这个方向盘的，所以这时候其实你是要多用一点握力去握紧这个方向盘，这是这个方向盘我用起来的一个感受。还有就是你开惯了正圆方向盘，你开这个还是需要适应一下。比如说你手打到这的时候，可能有人传统我手这边就去送方向，是吧？有些人喜欢送方向啊，我们是经受过训练的，我们老司机是用39点。用39点的话，这个方向盘是无所谓的哈，我接39点这是无所谓的，我都能接得上。但是有人他喜欢送方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时候你的手在这里打过来，是吧？接过来你一送接不对，你手要变一下，然后又出去又回来，所以你的手是要不断的去变劲的去操作，所以送方向就不太友好啊。这是方向盘操作上的一点点需要去适应的地方，我觉得。不是那么顺手，但是问题不太大啊。这个车因为它是想追求这种单座舱设计啊，所以它这个玻璃很长，长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开这个车，我经常都要用遮阳板，不然会觉得光线很刺眼。因为它上面这里你看它也没有做那个变色啊，没有做一个深色条，所以这块其实进光量很大。我开这个车基本上白天开，我很多时候我都是要用遮阳板的，因为它玻璃实在是很大。然后说说这个 A 柱。这个 A 柱其实边上的旁边的这个视野是没问题的啊，后视镜啊跟这个柱子的设计都不错，但是它这一条实在是有点粗，所以在左拐弯的时候呢，这里有时候会遮掉一些远处的行人，这个是要小心的。所以开这个车左转弯的时候呢，你的头稍微要这样啊，要多做一下这样的动作，确认一下没有人。然后这个座椅是一个高配的座椅，它是有这个侧翼的包裹调整的，你看我可以直接调它的包裹度。啊，可以调的夹紧一点，想要运动的话就夹紧一点。这个夹紧的程度呢，我这样的肥瘦程度，它都能把我夹得很紧。这是很运动的，很赞。这个是高配座椅带按摩，这个要选装的。好了，说完驾驶相关了，下面我来说说这台车的设计。内饰有3种颜色，我们今天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米白色，然后它还有2个要加钱的颜色，一个是酒红色，一个是杏色，那2个颜色都很漂亮。我们今天这个米色呢，其实很容易脏啊，这台试驾车才1000多公里交到我们手上都是很新的车，但是我们用几天之后，这些米色的这些塑料件上面都已经有一些脏的痕迹了哈。然后看前面的设计哈，除了处在这个屏幕以外呢，它有一条的黑色的一个钢琴黑的面板，里头隐藏了2个空调出风口。从设计上来讲，我觉得这个设计稍微有点欠缺功力的。其实你如果像蔚来啊那样做到有出风口，但是你不知道出风口在哪里，或者你这里做一些造型把出风口隐藏进去，这个设计就会更加有科技感。然后再看氛围灯，这个车的氛围灯觉得印象不算特别深刻，不是说把氛围灯做得很炫的那种，倒是它前面的这个华为商的一个装饰件，你开着这个车的时候，你时刻看到那个东西，觉得车厢里是有点缀的，比较漂亮的啊。好，然后再看一些功能性的部分，这车2个无线快充都是50瓦的，这下面虽然带出风口，但是我就算是跟它一家的华为手机，我放在这里快充的时候呢，这个手机都是非常烫啊！我不知道这个出风口到底为什么它不起什么作用。然后它明明上面这里又是空调出风口，但这个空调出风口竟然它吹不到这个手机的位置，它是往上吹的，所以我手机放在这里它就会发烫。幸好这个无线充电你是可以用语音独立关闭的啊！如果你关掉无线充电，那它就不会发烫了哈。好，然后再往下，这个一个木纹的饰板打开之后呢，有一个挺大的储物格，然后这里2个杯座啊，这都是比较好用的，隐藏起来也很干净。但是这块板有一点不到位哈，你可以凑近看一下这块板，它打开的时候关上，你看最后还有个缝，你看它这块没有上来。还有个缝啊，幸好这块板其实日常用的不多，我们只有在拍摄的时候我们才这样，平时谁这么用啊？平时都是打开再用这个杯座。然后下面有一个挺深的储物格，这个储物格带空调出风口，它不是冰箱，但是它带一个可以开关的空调出风口啊。打开之后呢，这里面还是凉飕飕的啊，还是稍微可以
稍微可以凉快一下你的饮料，不能叫做冰。然后这个下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储物格啊，放拖鞋啊什么的。啊，往上看啊，这个区域呢看起来设计平平无奇。这个车呢，它也没有什么遮阳帘、电动遮阳帘这些东西啊，所以这里没有什么可以控制的啊。这就是车内阅读灯啊。但是有一个有趣的地方，你看这个后视镜下面呢，这里有一个机构，这是啥呢？这个东西你一摁它，是一个摄像头。我之前说过，比亚迪用一个5毛钱的方法，直接在摄像头这里做一块塑料片，啪关上就保护你的隐私。那这个车的方案肯定不止5毛钱，它有个车内自拍的功能，可以用来自拍。目前我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其他驾驶员监测的功能，因为我在用这个车的全套自驾的时候，我都可以把它关上，是不需要它的。它实际上监测坐在了这个位置。然后再看顶上，它的材质还是织物。包括它仪表台它这块呢，其实也用了一些，也是挺有质感的材料，也挺新的材料，但是它就不是那种特别 bling bling 的豪华的材料啊，这些木纹饰板啊，这些都是比较低调一点的啊。这个车用料上不是很让人爱不释手的，但是做工是做得不错啊，奇瑞出品，这个做工这些都还是很拿得出手的。好，看完奇瑞拿得出手的，我们再看看华为拿得出手的部分啊，就是车机啊，这个车机标准鸿蒙车机，一个横的屏幕啊，放在这个地方啊。鸿蒙车机其实在2年前吧，刚在问界 M5 上面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是惊艳的，那时候觉得行业里就没有这么流畅的，用起来这么像手机，触感这么好的哈，还有各种的语音功能啊，这么好用的一个车机。但是这2年讲真，中国品牌卷车机也卷得非常厉害，很多家其实都追上来了。所以讲真，抱着这样一种心态，我现在在用这个车智界 S7 上面的鸿蒙车机的时候，讲真，我的感觉是中规中矩啊，已经没有那么惊艳了啊。其实你看它这种流畅度，包括这种界面的渲染啊，其实都没有说特别有惊艳的感觉。我们就说车辆控制，你看，就说这个界面，这个车的这种细节的这种动态啊，这种光影啊，讲真，放在行业里头，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水平。现在大家有很多这种 UI 界面的设计都卷得很漂亮，当然 UI 再花哨可能只是一种炫技 ，UI 还是用来用的。这个车的 UI 设计总体上，我觉得还是很 make sense 的。你看这个应用的界面放在这，然后它的应用呢是基于安全是分了一些在行车的时候不能用的应用。你看带有一个 P 的啊，这个就是只能在 P 档底下才能用的。很伤心的是，哔哩哔哩只有在 P 档的时候才能用。当然，开车的时候我们不能看视频啊，不能看视频。但是只要你的车能看视频，你其实还是很难忍得住。至少我能听嘛，是吧？它这个是听都不让你听。其实哔哩哔哩现在是开发了一个只让你听视频不显示画面的一个车载的版本。像我那个仰望 U8 就是有那个版本，所以我很多时候去听一些知识型的节目。但是这个华为这生态呢，就哔哩哔哩就只有在 P 档的时候才能用。然后这个超级桌面，这个是连接华为手机的。我昨天其实已经连上的了，但是你看我现在上了车哦，我要点一个允许，抱歉，我要点个允许啊。点完允许之后啊，这个我手机上的所有的 App 都出现在这里了，就是超级桌面。为什么飞书可以在行车中用呢？这个很苦逼啊。然后我们再回来看看车载的设置界面，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左边的菜单啊，这个菜单字也比较大哈。这个车机的字呢，标准的字做的有点像老人手机那样，其实开车的时候用是很好用的啊。然后里头一些基础功能我不多说了，这台车的菜单啊各方面，其实你稍微扫一次，从上扫到下，你基本上都已经了解了。它包括上面下拉下来有个快捷菜单，有一些快速的后视镜啊，这些都可以在这里调啊。然后还有华为智驾，这个是它的地图界面。这个界面呢，它比较占地方，讲真啊，就我想把它拉成一半，拉成1/3是不行的。只要你用地图界面，它就是完整的、全面的整个屏占住。这时候你的副驾如果想要调一个空调呢，只是调个温度没有问题，但是它想要调个风量呢，它就会把你的地图的界面给切走。然后这时候你正好到一个弯前要转弯的时候，你就要跟它去抢地图，这个我觉得是不够好的啊。当然你一些日常的功能你可以往上滑啊。你看这个多媒体，你要切割，你就往上滑就可以了，往上滑它就会出现
啊，像这个里程数啊这些菜单啊都在这里。就是这个 dock 你是可以自定义放一些常用功能上来，但是空调它就是占整个界面的。而我在开车过程中，我老婆用空调的几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她经常打断我的地图导航。再说说这个多媒体，这台车的音响呢，所有硬件是华为商的顶配，包括连头枕都有喇叭的。但是讲真，听下来我觉得音质很一般。我评价音响肯定不是那么专业，但是我听的车也很多啊，我也听了很多30多万的价位的车的音响。这个华为商的音响，我觉得不是很优秀。我觉得华为应该好好在音响上面要用点劲，尤其现在做到30万以上的车之后，仅靠一些软件的优化，仅靠一些数码方面的优化可能是不够的。这台车听下来，我感觉它的喇叭是欠缺一点那种喇叭的质感，就是喇叭的那种透析力啊，喇叭的我可能用词不太准了，反正就你听它的喇叭，你会觉得喇叭有点吃力，但是它在音源的分析，在播出来那下数码这一块，它是很使劲的，但是就是喇叭有点跟不上啊，就是这种感觉。大家自己可以去听一听啊。音响这个东西见仁见智哈，还是说一句保命的，见仁见智。除了音响表现呢，这个车座舱里还有一点让我不够满意的，能够小吐槽一下的，就是这个语音的控制。但常规的这些什么空调啊、座椅这些控制没有问题啊，但是我在开这个车的过程中，我发现只要车一动起来，它有时候识别命令不是那么精准啊，就有的命令我可能要给出第2次、第3次，它才能够准确的识别到。那还有就是它有一些车机里的命令呢是不能用语音直达的啊，而且它对那个命令的准确性要求也比较高啊。比如说我演示一个哈，小易，主驾你好，音响设置。音响设置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来源。它这个激活了直接它的这个 AI 说明啊，但是其实我说得很清楚，音响设置是吧？我这时候肯定是想设置音响嘛。小易，我在设置音响。好的，可以先去目标设备上操控一下。你看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设置音响，我进了，但是我的手机又被它激活了。我刚才就说了，这个手机的这个叫什么互斥这个功能做的不太完善哈。好了，你看我刚才说音响设置没有进来，说设置音响它就进来了，是吧？这个就不够人性化，这就我觉得语音上需要去再优化一下。好了，鸿蒙车机也讲完了啊，驾驶的座舱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前排我还没讲完哈，这个车还有一个亮点在这，我要坐过来讲。比较少有的，讲完主驾还要坐到副驾来讲一讲，因为这台车呢，我刚才讲过，它这个前面的这个 IP 设计啊，就仪表台设计呢，营造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功能，就是它这前面有一个平台，按照华为自己的说法啊，就是当你停住车的时候，它是一个工作台，你可以放一个大的笔记本电脑在上面，他们自己说的就是华为的14寸的笔记本电脑，好，我这个就是华为14寸笔记本电脑，放在这，你可以打开，在这里工作。这个屏幕的位置是很舒服的，但是这个键盘的位置讲真有一点别扭啊，但是也还好啦。这样工作的话，确实啊，在3厢轿车里面能够给你一个这样的停着车的工作空间不容易的啊。SUV 如果后面有桌板的话，你可以到后座去这样工作，但3厢轿车能做到前排给你一个空间。挺棒的，我觉得这个设计挺好。当然，这不是它设计的主要目的啊，主要目的呢是它这里掏空之后，一个是营造很好视野，第二它做了一个双层的储物格啊。我先说一下下层这个是跟我们常规车比较像的啊，但是它没有开关，它是一个电控开关，在仪表台这里拉下来啊，储物箱打开啊，在这里。这个储物箱不是很大，基本上放2瓶水啊，就这么大的一个大小。然后上面这里还有个储物箱，这个呢就是手动开关，直接摁这里一摁打开啊。这个呢其实放水也能放得下的哈，也能放得下，它也不算小，你看不算小的哈啊。但是它更好用的是什么呢？就是放女士的一些化妆品，是吧？你副驾肯定是做你的女王嘛，化妆品放在这里面，这里面还有这个绒布，一些首饰，放心放进去也不会刮花，也不会晃啷晃啷的响啊，而且它就是像一个首饰盒的感觉啊。然后跟这个匹配的是它上面的这个化妆镜，这个打开，这个化妆镜也很讲究啊，这里这个灯是可以调2级亮度，然后还有色温可调
女士应该会很喜欢这个位置。除了说可以化妆以外呢，它还有零重力座椅，可以躺，就按键就在这按一下，也可以用语音来操作啊。这个车也可以你用语音控制打开零重力模式。然后这个零重力呢，我躺倒给大家看一下哈，它下面还有腿托，腿托也会起来，然后它会往后调，然后稍微托起来一点。这张零重力座椅抬的不算很高，但是我在这躺一下，我觉得也还是挺舒服的，比那些步抬坐垫的要舒服不少啊。前面的腿部空间，你看我的1.7米身高，我还有10多公分啊，我可以脚尖蹬直都没有到前面，所以如果是1.8米的人，我觉得刚刚好吧，1.85米可能就会有点吃紧，所以这个车的副驾好评。如果你想买的话，带老婆去，应该这个副驾是能够加分的。我刚才让同事开动车子试了一下啊，这个零重力座椅呢，它在车子动起来之后，它是不会复位的，它不会说强制你必须要复位，但是我觉得是不太安全的。你过来看一下，就是你在零重力的模式下呢，其实这个安全带是完全是保护不到你的啊。如果发生事故的话，整个人会向下潜滑，它这个完全保护不到你的胸部。至少我们开到时速30公里打上了哈，是没有复位的哦。这个我觉得从设计角度来讲，应该加一个功能啊，就是车一动起来就强迫你复位，这样会安全一点哈。至少你不要躺那么多吧，你做一个动态仿真碰撞测试是这个安全带能起到作用的一个位置，这样会比较好。还有就是前面我讲到的这个储物格的时候，肯定会有同学说了啊，说你这个安全气囊无处安放啊什么的，你放心啦，你不要去操工程师这种心哈。这个 airbag 看得到安全气囊在这。事实上，安全气囊这个东西现在已经进化到很聪明的了，很小的地方就能放。还有一些车放在上面各种解决方案都有。那种大横屏的车也能做安全气囊，所以它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我还要再提醒女士一点这里虽然有一个很漂亮的台面，上面有个台面，千万别往这里放东西，不要把你喜爱的公仔全部贴在这个地方，因为安全气囊就在这公仔贴在这的时候，安全气囊万一爆了那就各种的这个弹药就飞出来了。好了，我们去看后座。好，来看看这个车后座这个空间我是给高分的，给好评的一个是这个纵向空间，你看这是我的驾驶位置我刚才还刻意把座椅再往后调了那么1厘米就大概就是一个顶1.7米加一点点的人的驾驶位置。你看我现在在1.7米的人在坐在后面，我能翘二郎腿当然你1.8米的人你就一个够坐的水平。但我特别喜欢它的一点一个是座椅的坐垫够长，而且角度也是比较好，而且它搁脚的这个位置整个空间是挺好的。我之前讲小米苏7的时候我讲过苏7的这个座椅其实角度也不错，但是苏7底下这个搁脚的位置做的有点别扭但是这台车呢，你整个脚自然放在这的时候，整个搁脚的空间是很舒服、很自然的。然后地台完全100%纯平，然后它的座椅也是一个几乎做成纯平状，所以这台车的中间的位置比很多3厢轿车中间来的要舒服不少。但坐进去这个坐垫的包裹感还是有一些差别这两边的时候，你感觉屁股是被窝进去被环抱了，坐中间的时候你感觉屁股是被掰开的对，但是它的坐垫你看一点都没有偷懒没有坐短或者坐小坐垫还是有很好承托，然后脚还是可以很轻松的放在这。我开这个车，我们一家人出去玩，我小孩10岁的小孩，他就特别愿意坐中间这个位置，因为视野好，是吧？而且这个座椅坐的也挺舒服，腿也可以完全动。然后对成年人来讲呢，它这个车的头枕呢，中间这个头枕也是做的很到位你看它旁边这个头枕也是可以上下调的这个造型漂亮之余它能调，而且中间这个头枕也是可以有一个按钮把它掰起来的，就变成一个全尺寸头枕这个安全性就很到位，而且舒适性也会好很多。然后你中间不坐人的时候，平时更多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这样打下去，这有点像奔驰宝马的设计这个是对驾驶者非常友好的。然后再看中间的扶手箱这个就普普通通了，一个杯座了。然后这台车其实后座有一些高级的配置除了什么出风口以外，这是2个66瓦的有线的快充口，然后还有边上这里
这个是属于科技书享包里的内容啊。这里有一个小屏幕啊，这个屏幕你可以自己去控制你的温度啊。这是3温区啊，前面2个，后面1个，就后面是你可以乘客不用叫前面的人帮你调，你可以直接在这里调，包括空调关掉也可以在这调啊，然后空调的送风模式也可以在这里调，然后座椅的加热通风啊，全部可以在这里去按钮去控制。当然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可以用语音来控制的哈。头部空间，这个头部空间我是4指放在这啊，我做直一点的话就是2指吧，但是完全没顶头啊。然后它跟那些天窗一片过的车有些不一样，这个车中间有个横梁，其实我对这个横梁是没有意见的。我觉得现在大家看这种大天窗看多了之后都有点烦，因为夏天太阳晒下来的时候，即便它有隔热，但是这个玻璃本身会发烫，辐射会热，所以它前面有个梁，其实一定程度上遮挡阳光之余还营造了一点安全感。但是我给一个建议，就是既然你做了这个梁了，其实你应该给这个车做一个电动的遮阳帘，直接把卷帘藏在这个梁里面，哪怕把这个梁再做粗一点，这就是奔驰1级的方案，就是直接做一个粗的梁，然后这个遮阳帘向2边拉开电动，那就完美了，是吧？但这个车既然有梁，你都不做这个遮阳帘，就有点太可惜了啊。最后再看一个科技装备，在这里啊，这个是华为的 MagLink， 我们那台问界的 M7 已经有这个配置了啊，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如果你是自家有华为 Pack 的话，那就很方便，直接带上车挂上去，就是一个车控的设备，然后走的时候直接拿下来拿走。这就是后座。最后我有一个特小的吐槽啊，就这个车没有拉手。现在很多新的车都在后座都不设拉手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拉手有时候对一些老人啊什么还是挺有用的。你虽然说你开车你可能不会激烈驾驶，但是你下车的时候，有时候出去的时候啊，什么老人躺在这的时候想起身一下，还是需要拉一下，不然这个动作可能我们年轻人觉得很简单，是吧？下车这样，但是老年人呢，他起来这一下，他腰不好的起来这一下，其实他还是需要一个东西拉一下手。为什么把这个东西去掉？那钩子它还有哈，你挂衣服、挂什么、挂外卖你可以挂这，但是我是经常把衣服拿到车上挂的。我发现这个钩子挂衣架也特别不方便，因为衣架横着，你要挂这的时候，衣架在这里是没地方放的。它不像你这里有个扶手那种钩子，直接衣架一挂，那个衣服是竖着放在这。那这种钩子挂衣架也不好挂，所以这个设计我不喜欢哈，也在这吐槽一下。来看看尾箱哈，这个车在尾箱里呢做了一个小巧思，给大家制造了一点小情绪哈，就是尾箱的开关在哪呢？很简洁，是吧？这个灯上面都没有开关的啊，这里有个摄像头，开关在哪里呢？开了，有没有留意到？其实它开关是在这里啊，在这个 Lucy 这个 D 里面的这个方块啊，按下去就是个开关啊。这个它不是首创啊，之前也有别的车是这么设计的啊，但这个就很巧妙了，很有趣了，是吧？你不告诉别人，别人可能都找不到。好了，打开之后呢，先给大家看这个东西哈，写得很清楚了，车天窗遮阳帘，这个是。原厂做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送好，我们这台试驾车就是这种遮阳帘。刚才我讲到它前面没有电卷帘差评，但它呢作为亡羊补牢，它给了你一个原厂开发的这种遮阳帘。这个你如果不想要大天窗，你就把这个长期打开啊，塞上去，前后2块。其实挺麻烦的，它不是说，哎，今天太阳大，我把它装上去啊，明天我想要天窗了，我把它拿下来，不是的，它旁边还有卡扣。要把它一个个卡扣要把它塞好、塞牢固了，不然会有异响，有时候它会掉下来。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脱裤子放屁的东西，非常亡羊补牢的东西。但不是他一家用了，现在普遍业界都是拿这个东西来作为，我觉得是给用户的一个交代吧，是吧？用户不喜欢天窗啊，我给你这个东西，但是其实是不好用的这东西。好。看这个尾箱本身，打开一下这个，它并没有像很多电动车那样挖个大坑啊。然后这个尾箱呢，其实也只是中规中矩，不算特别大。因为这个车更多的空间，刚才看到了，都给了内饰，给了座舱，给了人了，所以这尾箱做的不算特别大。包括这个开口，因为它造型上是一个短尾巴设计，凡是短尾的车，它这个开口就不会特别大。然后看这个46分割放倒的座椅。
这个倒是好评哈，这个拉下来之后，这口还是比较大的哈。你如果放个什么公路自行车啊什么塞过来，两边一放倒，还是能放的啊。这里稍微有一点这个台阶。小米SU7做到没有这个台阶了，所以小米SU7是可以人直接俯卧撑钻进去睡觉，但是这台车就做不到啊，就一个传统一点的三厢车的尾箱表现吧。下面这趴呢，我们来讲讲充电跟能耗。因为现在我们的智能车研究所志豪所长呢，其实每一台车都会去专门跑一个标准化的能耗和充电的测试。我们已经积累了有上百台车的数据了啊，所以接下来我的车评，只要我在拍的时候，志豪已经完成了他的测试的，那我就会尽量把志豪的这个更标准化的测试结果跟大家汇报一下。就像这一台智界 S7哈，它这个电池呢是一个80度的电池，这是一个宁德时代提供的一个混合配方的电池，有3元锂又有磷酸铁锂配方混在一起的啊。那这个电池官方的30%到80%的充电时间呢是15分钟，听起来快充性能是没毛病的。但是我们实际测下来呢，我们发现了一些状况哈，就是这个车在充电的时候，我们去找到的是特来电现在很强的那种500安、600安的那种液冷装，然后协议是可以充到400安的。那这台车过去低电量，我们是10%左右的电量过去充，在头段呢，它确实一下子可以跑到大概250多千瓦的这个功率，很高的功率，但是维持的时间非常短，只能维持到30%的电量。它就开始有一个急剧的断崖式的功率下跌，然后下跌之后呢，我们拿这个车做了2、3次的测试哈，有时候它下跌之后就维持在一个很低的电流的位置，一直维持下去了。那有一次呢，我们测下来呢，它是一直在波动。这个电流数是波动的，我们把2个图都贴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2次的温度其实都不高，都是在40到45度之间。这个电池，我刚才说的30%之前呢，它的电池温度是在40度以下，所以我只能说这台车它的电池的温控是做得非常非常保守的。在充电的时候，如果你是40度以下的，它可以保持可能200多千瓦的，就是把它800伏的那个充电性能可以发挥出来。但是只要电池一到40度左右啊，40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南方这边正常的20-30度的气温，你车只要是正常开一开的，开到那个充电桩，基本上你电池就是40度了啊。如果你是一直开长途过来的，比如都不是激烈驾驶，就是开个100-200公里的长途，你车停下来一充，那电池一冲上去，基本上就是40度的温度啊。但是它一到40度温度，它就直接那个电流就下降了，所以这台车的充电性能，其实厂方宣称的那个，我觉得不太容易达得到。我们实际充呢，10%充到80%，用时是半个小时啊。官方那个时间是30到80，用时15分钟嘛哈具体来讲，就是其实越往后它充电就越慢。这是充电的性能了。那还有就是能耗性能啊，这个车用志豪的那种温柔驾驶哈，它那个黄金右脚的方式来开呢，它的实测的能耗是18度左右啊。我们都是时速100公里左右，在快速干道这样来测试的。但是这时候车显只有16度多啊，就是这个车的电耗表有一点点快乐表。我自己开的时候，我看车的电耗表呢，大概是在16到18度左右，在日常的市区的路况来驾驶的话，如果是高速120的话呢，它的电耗就超过20度了所以电耗这块对这台车运动套装又是21寸轮圈来讲呢，这个电耗不算特别优秀的。然后 CLTC 的达成率，我们这一台车它 CLTC 的数据呢是585公里如果是20寸轮圈的是可以到630公里的，但我们这台21寸轮圈就585公里。然后志豪实测下来，如果按照实测数据去倒推呢，真实它能跑的就是440公里出一点点，所以算下来的 CLTC 的达成率是75%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数字吧。好，以上就是这个车的一些能耗的数据，都是数据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测完之后，我们是认真，团队内部也讨论了很久，所以这些数据我全都是记下来的没有看稿，可以一键3连一下，这么多数据我都记下来了。好了，下面我们去试车，讲讲动态驾驶表现。好，我们把这台智界 S7开上路。华为系的车要试的话是什么呢？当然，首先要讲它的智驾
我们直接设好目的地之后呢，一开出公司的园区门口，一出停车场，立马就可以启动这个。你看，自驾领航城市 NCA， 这个是高阶自驾包啊，这个6000块钱啊，这个是必须花的终生。然后呢，它就可以在城市路况里面去开啦，啊，它可以自动识别交通灯，可以选路线。啊，现在它这个呢，就是华为号称的叫做哪里都能开啊的无图自驾，主要是走视觉路线的啊。它其实也会结合导航啊。你看，像这种向右变道，就是它知道它前面那个路口要直行了，它就走到中间来啊，然后就结合各方面的能力啊，感知能力啊，是吧？然后自己的判断策略啊，你看这个地方，它变了个道。它还没打灯，你看，它是沿着车道，然后你看它会避中间的这个绿化带，啊，又走回到前面的车道，然后这里向右变道，但这是右转弯啊，哎，不行，那它又回到左边。你看，就这么短，我们从公司开出来都不到1公里的路程，它已经变了2、3次道了。然后现在是红灯啊，跟前车，它这里能够自动识别交通灯，这个就是华为系目前的号称哪里都能开的一个城市自驾领航。其实我们自己有一台问界的 M7啊，那台车我们已经开了几个月的这个城市 NCA 了啊。我把总体的印象告诉大家哈，就是华为这套系统呢，现在它很敢开，它在各种路况你只要激活它都敢开，但是呢，它还是会有不少 bug 的。讲真，比如说车道线不清晰的时候，它可能会突然向一边拐啊。你看这里我们是要左拐，前面这个路口我们在左拐，你看向左变道，但是它停在了直行车道上，看到吗？尝试变道中，那路况复杂。尝试变道前面是个实线了，就是在这台智界 S7上面，它的很多这种城市 NCA 的这种操作啊，跟我们那台问界 M7都是很像的，都是到同一个地方它就不稳定了，可能会走错车道，可能会突然抽一把啊，就在我们公司周围的这个路况，讲真。都是经常出现这种不稳定的情况。智界 S7 城市 NCA 进我们公司的这一段，它很奇怪啊！你看，现在本来直走就可以了，它会向左变个道，变到最左边。向左变道。然后其实我们要直行的哦。你看，请立即接管。然后就车道识别异常。请立即接管。就这个，无论是基于导航还是基于视觉，它都没有理由要走到最左边这条车道上来。这台车城市里可能你都真的讲真，我只敢放手一半，就是注意力或者整个人的精神还是比较紧绷的，因为你随时要去给它纠偏。但是上了高速呢，讲真，我95%是放松的状态，就是留那么一点点的注意力，关注一下路况就好了。在高速上它是可以开得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们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我说这个车城市 NCA 现在开的不是那么好，你看这个地方有点紧张啊，就他刚才在那个路边切过来，离得也有点近。你要知道它的能力边界，或者说你不清楚它能力边界的时候，你随时你就是它的边界，你要帮它掰一掰。但是用发展眼光看问题，这个自驾一定是好。你看这段路，刚才那个路有点宽，它是用视觉在行驶，它稍微有一点画龙啊。回到这种比较窄的车道上，它反而能够对得很齐。这车基础能力非常强的哈，你看像前面这个 S1， 我们平时在这里测试别的车是用50公里来看它能不能过，这台车我直接设着70公里刹进去，它自己会调速，它会在弯心稍微调到50几，但它50几它都轻松过啊，就很厉害。就你设置可以设置的很高，它自己会把控它的极限在哪。就这种 LCC 能力，这个是基础能力就非常强啊。正因为基于它这么强的这种感知能力，这么强的执行能力，才能够做到那些高阶的自驾。你看，再来一个相同的 S1 这里限速是60，那我可以设到让它80进，它是不会真到80的，因为它到弯前了哈，它就会控速。你看，好控到你看这个弯心，时速45、46，很丝滑的就过来了，非常丝滑。你看。之前我们那个问界 M7 过这种路的时候还会有一点抽搐，但这台智界 S7 就非常丝滑，我都没有开自驾，我就开着车道巡航啊。然后现在前面看到路面上有障碍，你看到吗？有障碍，好，我们减速了，向右避让变道。你看前面有故障车，它竖了3个雪糕筒，自己变过来了，
很聪明，自己减速，然后自己看右边有没有来车，然后自己打灯，自己变过来，非常聪明。你再看我现在走这个车道哈，上了桥之后，这个车道突然消失，他也看到了，然后他向右并，真是堪比老司机，堪比人了。而且他在这个车道巡航这个模式下，就是 LCC 模式下，这台车的动作特别丝滑，这就是很强的基础能力。正因为他有这么强的基础能力，他才敢去领先于业界，去卷这个城市 NCA， 他们卷这个哪里都能开，是吧？虽然他现在卷出来的效果，讲真，我只给他个50-60分啊。城市 NCA 这块我不会说他现在开得非常好，但是就用发展眼光去看问题嘛，他有这么强的能力了，是吧？一定会。随着各种的 bug 的修正，各种的这个算法的开发，它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们就回顾1年前，华为刚刚推这个城市 NCA 的时候，那时候还有高精地图，那时候开的也状况百出。那现在呢，已经不依赖地图了，能开的地方更多了啊，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对这个东西是正面的看法，但是我不会去过分的去吹它，说这个东西超级牛，你有了这个东西你自己不用开啦，车给你自己开，不是这样的。当然它有些东西真的是做到超级牛啊，比如说这个车的泊车是真的超级牛，华为的泊车你真的就是用惯了，你的自己都不泊车了啊，慢慢你就退化了。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了，这就是智能驾驶的部分，也是这台智界 S7一个非常大的价值所在吧，这是我们必须说的哈。说华为的车怎么能不说它的自驾的这个价值呢？必须说。好，讲完自驾之后呢，下面就开始讲一些基本面了哈，讲讲这台智界 S7它的底盘跟动力。我先说底盘啊，因为这个车呢，2种底盘。低配的版本呢，机械悬挂我没有试到啊，后驱版这回我也没有试到。我现在试的这台呢是它的4驱的入门版，82度电池 Max RS 版本。然后这个车呢是标配的空悬啊，加 CDC 的可变阻尼的调教。现在这个30万的中国品牌的电动轿车基本上都要上空悬的了。那这个车的空悬呢，我会说表现中规中矩啊，讲真没有小米SU7的那个空悬那么惊艳。它做到了空悬的基本的功夫，就是日常的一些细碎震动的过滤还是比较舒服的，没有什么很碎的震动。但是当它走一些破损比较大的路，或者那个井盖深一点的那种路的时候呢，它那个震动呢又会来得比较清晰直接啊。这里头的罪魁祸首啊，肯定就是这个轮胎，米其林的一个运动胎。不要一听米其林就以为米其林安静哈，米其林安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会，米其林的运动胎一点都不安静啊。所以这个胎呢，它的滚动噪音很明显啊，路面越粗糙，这个滚动噪音就越明显。如果你喜欢这个车开起来有一种比较丝滑的感受的话呢，你这个运动套装你就慎选。但是这个车选运动套装真的帅啊，所以我很少会告诉大家牺牲舒适性要选运动套装，但是在这台车上我认为要选。然后这个悬挂呢，只要车速一上来之后啊，它就展现出它的优势的一面。因为这个车它是出自奇瑞嘛，它在调教上肯定是有很多奇瑞的输入的。我发现这个车无论你用舒适模式还是用运动模式，在过弯在变道的时候，它的车身姿态控制都是很安稳的。我甚至觉得这个晃动的幅度啊，比小米SU7来的还要小一些。SU7 Max 的那个高速的晃动幅度比这个车都还要大。然后我放到运动模式呢，这时候这个车的整个摆幅会更小，整个感觉会更紧致一点。所以这个悬挂我觉得你要说它很高级吗？谈不上，但是它确实是有大厂调教的底蕴啊，在安心感和安全感方面是不错的。这种总体上舒服和安心的感觉呢，其实也能延续到后座。这个车后排我也坐了总体上是一个不错的后排，有空悬应有的表现。就坐在后面你是觉得安稳的，过抛跳的动作也是比较慢的，抛起来比较慢下去啊，你人是坐的比较稳的，不会说突然被弹起来。然后后座的噪音水平跟前座基本上相当啊，轮胎的滚动噪音也跟前排一样大，但是整体的风噪控制啊，整体的噪音啊，也不会说很吵，跟前排差不多。所以这个后座我还是可以给个高分。这个车你放心的让家人让长辈坐在后座，总体上跟它的后座的空间啊氛围是一致的，是比较体面的。
这台4驱版本双电机肯定是动力强的版本了。官方公布的加速时间3.3秒，这是非常快的。但是我跟大家讲哈，在我近期试过的30万价位的4驱的电动轿车里头呢，这台车动力呢，讲真我只会把它放在一个中下水平。这怎么说呢？3.3秒你还说中下，这是什么回事呢？哈，就你看看这个车的动力参数，它前后电机加起来的功率输出，我们用马力来看的话，这个车是496匹。不到500匹马力，然后我列几个同样是30万上下的这个4驱的纯电轿车啊，再比一下，就只有特斯拉 Model 3那个460匹是比这个车小的，其他的像阿维塔12啊500多匹，然后小米苏7是670多匹，然后那个极氪001更离谱，那个已经卷到780匹马力了哈，所以你看小米苏7跟极氪001他们是独一档的，他们那个开起来就是很爆很爆，而这台智界 S7 呢，它的初段也很爆，80公里一点，很快就踩一点，你就觉得非常充盈的肥沃的动力在你脚下。那它的差距在哪呢？为什么我会把它排在中下水平呢？差距其实讲真是在150公里打上，140公里打上，你再后续要加速的时候呢，它的加速就会变慢。这就是我刚才说的400多或者500匹马力跟700匹马力的差别。比如说我们在赛道上，那这个车它在赛道大直道上140以后的加速，它就会明显的输给小米苏7，会输很多啊。刚才我讲到特斯拉 Model 3是吧？那个马力比这个更小，但为什么 Model 3P 这么牛呢？因为 Model 3轻啊。Model 3只有1800公斤，而这台智界 S7 2100，小米苏7 2200，极氪001 2400啊。所以中国品牌为什么要卷那么大的动力呢？因为轻量化做的不如人家呀。所以动力就卷上去啊，在电动车时代，把电机的动力做大，这个成本投入没有那么大，不是说没有，但是没有那么高啊，所以把动力卷上去，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说回这台智界 S7 日常的整体的驾驶感受呢，动力很猛啊，这台4驱版动力还是相当猛的。然后它的电门调教呢，在舒适模式下呢，其实还是比较好上手的。这个车电门有一点线性感。其实我在几个月前我开过奇瑞新纪元的 ES， 就是这台车的姐妹车型，但那台车给我的印象就是电门调的不线性，刹车也不线性啊。当然那个可能是比较早期的车哈，后来几个月最近我也没试那个车了。而这台智界 S7 呢，我对比下来，我觉得这台车它的电门跟刹车的线性度都比那个姐妹车要好不少啊，甚至这个电门放在业内都算是一个很不错的电门，除了说你踩到80%在焊死电门的时候，那个后续的加速可能你觉得后段有一点欠缺以外，但总体上日常开它的线性度都很好。这个也说回一个事情，我最近评电车，我会越来越多的去评价电门的线性度，因为大家不要觉得电车就没灵魂了，只有油车有变速箱啊，有发动机输出曲线啊这些。现在电车随着我们的电车越来越精细化的开发，动力越来越猛之后，它的动力也是要切块的，也是要分块输出、分段输出的，所以我会越来越重视这个电门的跟人是否合拍。而这台智界 S7 日常开舒适模式，这个电门我是给高分的，是挺合拍的啊。放到运动模式呢，初段也是高分，但是后段呢扣1点分。作为它这么运动的外观来讲，作为它宣传自己有3.3秒加速来讲呢，这个后段的爆发力稍微会有点后劲，有一点绵软。这个车还有一个运动加模式啊，听起来就非常的热血啊。切过来之后呢，动力更强一点，方向更重一点。理论上它可能悬挂这时候也会更加调低一点点，但是在日常路况下呢，讲真它跟运动模式的差别也不是那么大。那我们也可以小试一下，你看就这种环岛啊，正常的开啊，不要太激烈的开。这个车是4驱的，所以它的抓地性非常好，然后这个轮胎的极限相当高，这个255宽度21寸直径的米其林 PSEV 在这台车上极限是很深的，可以说是把这台车的动态安全的极限拉得很高啊！我并不会说它这个极限能给这个车带来多强的驾驶乐趣，因为讲真，车身的整体的动态，包括那个动力的表现啊，其实它没有小米苏7 Max 那么极致啊。苏7 Max 是你觉得它诱惑你去开快啊，它给你无数的很充分的人车的互动，它会撩你开快。但是这台智界 S7 呢，它总体上是一种稳的类型，而在稳之余呢，它极限还非常高啊，所以这套运动轮胎呢，是提升了这个车的
过弯的性能，并且提升了这个车的安全的极限。但是你要说人车互动，你要说真的说驾驶乐趣呢，我觉得就跟小米初7不是一个东西。这个车也是有电车的乐趣，你看随时随地的提速是吧？然后转向我比较喜欢舒适模式的时候，轻松轻盈，又很小巧的握感是吧？这种很特殊的握感，这个车还是有一种让人开起来不说爱不释手，爱不释手可能有点夸大，但是就是开起来不闷不油腻，是一台好开的车，是一台让人愿意长时间开啊！你真的不愿意开了，你就开个自驾啊，它也有超高级的自驾啊，这就是自界 S7整体这个相处的感受吧。好了试完这部车了。总的来讲，这个车开起来呢，中规中矩啊，没有特别惊喜的地方啊，也没有什么失望的。空悬啊、动力啊这些表现都基本交功课了啊，没问题。讲真的，开起来没有小米速7那么惊艳，小米速7开起来处处给你惊喜。那这台车呢，就是做到了它该做的事情啊。当然，自驾是一大亮点啊。华为的自驾目前还是业内第一梯队啊，它的能力，它能带给你的这种科技体验啊，确确实实是这个车最值钱的地方啊。还有就是这个车的外观，我个人觉得是各种界的产品里头目前最漂亮的一台，这是纯个人观点啊。同意的可以扣1，不同意的说说你的意见啊。我说说这个车怎么买哈。这个车现在价钱呢，如果你光看它的价格公布出来，这个价格呢，讲真感觉不低的，因为你如果对标速7的话，速7是21万起是吧？速7的顶配29万9，而这台车呢是24万起，然后它的顶配呢去到34万9千多，就是35万了。我们今天这一台呢是4驱的入门版本，它是82度电池的，这个叫RS 版本啊。这台车是33万，但是它身上还有不少选装的东西，选装东西加上之后呢，也去到35啊。但是你光看这个价格是吧，24到36、7万贵呀。但是这个车呢，它现在第2次上市的时候，它给了一个权益包，就4万6的权益包。这个权益包呢，你可以用来去抵你这些选装的东西。等于就选装的东西送给你啊，像这个轮圈1万5的，运动套装1万的，然后如果是低配的版本呢，里面那个3区空调、什么按摩座椅、那个科技包那个要1万5，然后零重力座椅要1万。车的颜色黑色不用加钱，这个车其他的什么蓝色啊，有个什么米色啊，那个都是要加9000块啊，然后内饰也要加6000块。啊，我把它这些能选装的东西通通加一加，哎，正好就是3、4万块钱啊，就等于这台车的定价其实是你如果不选装的话，应该是还有优惠的空间。你如果选装的话呢，等于选装这些东西通通都送给你啊。这么来看的话，你就大致上你就可以理解成它这个价钱可以再等于优惠个3万块钱，大致粗略这样算哈。真正要买的话，大家自己精打细算去算一下。但是车型配置上，我强烈建议大家买这个车一定要买带激光雷达的 Max 版本，因为只有这个版本才可以选这个华为的高阶自驾。喜欢后驱的版本，不需要那么强动力的这个车，我觉得那个入门的 Max 版本26万9800那个就不错了哈。如果你需要更长续航的，你就去选到那个29万多那个是100度的电池啊。然后喜欢驾控的，就我们今天这个配置就挺好啊，就这个 RS 版本就这样配，就黑色，就选大轮圈啊，这样配出来就是一个很帅的又动力又不错的车，又有自驾的功能，然后全部落地高配的话就去到33、4万，不便宜。华为的车都不便宜啊，讲真。是华为整个品牌的一个定位，他们从来不做便宜的东西，它是要有溢价的啊。我看过一些之前对华为品牌分析，就他们大投入做出好的科技，去卷科技、卷体验，但是做出来的东西不便宜。你看华为手机相比小米手机，小米是更有性价比的，但华为就是更高端、更有逼格，是吧？也更贵一些啊，所以它人群会有一点点的差异。好了，这就是今天这台出自奇瑞的 Lucid 的自界 S7带给大家的一个深度的车评啊，希望把这个车给讲清楚了哈。我是这么看啊，如果你是特别喜欢驾驶的，
真的超喜欢享受驾驶乐趣的，去买小米SU7。小米SU7开起来比这个车有趣好玩啊！但是如果你想要一个更加均衡一点的、空间更大的、稍微车子呢形象上没有那么小年轻的，是吧？设计更加原创的，还有自驾功能在当下更强的产品，那就是这台智界 S7。好了，希望说清楚了，谢谢大家。喜欢这期节目的话，点赞、关注、评论，说说你对这台车和小米SU7你会怎么选？谢谢大家，没关注的赶紧点关注，拜拜，下期见。看完视频，对这台车有更多问题想向他们提问的小伙伴们，欢迎在小程序搜索大家车，在首页点击大家车问，就可以1对1的找他们提问啦。